被告楚青青伙同赵光宗拐卖、强奸、拘禁、虐待我方当事人田碧莲，致使我方当事人受到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一、我方请求判楚青青有期徒刑10年。二、原告请求附带民事赔偿20万元。10年？你们对人贩子的惩罚这么轻啊？20万？你这种孩子都生过的老女人，就算把你拆开卖了也不值20万。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我想钱想疯了，想钱想疯了，不是你这个人贩子吗？审判长，大家都看一看，大家都看看，我这些伤都是被他害的。我要不是获救的早，我可能早就死了呀。我内心遭受的伤害，更是一辈子都没法修复的。我给你20万，你可以承受这一切吗？说的也有道理，受害者嘛，要点赔偿也是应该的。我看20万不够吧，100万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好了，请原告讲述案情吧。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一天。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一天。那天我从玩具城出来，在路边等车，看见他一个人在找什么东西。我看他可怜，就好心上去问他怎么了。小姑娘，你在这找什么呢？阿姨，我的手机和钱包都弄丢了，我刚刚还放在兜子里的，现在都不见了。你别着急啊，你知道在哪里丢的吗？我也忘了，应该是那边。小姑娘啊，你别慌哈，你家住哪里啊？我家在那个方向。阿姨家也住那边，要不阿姨待会儿送你回去吧。嗯。这怎么搞的呀？这手机钱包丢了，这多不方便呢。来，别怕啊。哎，阿姨送你回去。田爷，就是这儿。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好心帮他，他居然利用我的同情心，将我骗到他同伙赵光宗的家里。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进去！你放开我！楚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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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楚青青，救我！楚青青！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我求求你，你别伤害我！我给你钱，我求求你放过赵光宗他打我，强奸我。当晚就又把我卖到了别的村里。还不错。哎，给。哎呀，这女的都30多了吧？啊，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
3万，哎，不少了。行，慢走啊！哎呦，对，起来，家宝啊，来，妈给你买的媳妇儿。接下来怎么做，妈教你了的啊！你可得加把劲儿，早点给妈弄出个大胖孙子来，可别让妈的钱都白给了啊！媳妇儿，我媳妇儿，要不是警察找到我，我可能这一辈子就会被困在那个破烂的小山村里。审判长，我丈夫死得早，我平时要照顾家里的2个老人，我那个孩子也才5岁呀。遇到楚青青的那一天，我出门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妈妈，我想要奥特曼玩具。”在家里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然后下午就给你带奥特曼回来。那你要早点回来。我被解救回来的那一天，我儿子看到我满身都是伤，他眼睛都哭肿了，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我都没法跟他说。我真的没法想象，我要是没有获救，我那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呀？审判长，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要严惩这个人贩子啊！你死在山里，都是你自己活该。审判长，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一定要严惩这个人贩子啊！天哪，现在人贩子拐卖人口的手段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现在有很多犯罪啊，都是来通过扮演弱者，博取人们的同情心。比如谎称自己的猫走丢了，然后啊，找路人帮忙寻找，结果把人引到了偏僻的地方，直接弄晕了带走。你以后啊，可千万要小心这些啊！哎呀，这也太可怕了！我以后在外面绝对不理那些人。也怪不得都说我们人心冷漠，要怪就怪这些混蛋太无耻。你死在山里，都是你自己活该。你看这个人贩子都上法庭了，还敢这么嚣张？要我说呀，判他10年都算轻的，最起码呀，得让他把牢底坐穿。对，被告人楚青青，你对于原告方的案情讲述是否存在异议？没有，就是我把他卖给了那个老头。啊！请被告方提出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是被告楚青青的辩护律师罗怀仁，我方请求。罗怀仁，你就是山城那个最出名的律师罗怀仁。网上说你打官司从无败绩，还经常给拐卖案的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亏我以前还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居然给人贩子做辩护，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人贩子拐卖妇女，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并给受害人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方申请判处人贩子无期徒刑，并赔偿受害人100万元。这是什么情况？他不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吗？怎么帮着原告说话啊？这还不容易理解吗？罗大律师最讨厌的就是人贩子，他巴不得天底下人贩子都死绝了，当然不会帮人贩子做辩护了。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连你的辩护律师都不帮你，罗律师说的没错，你就应该牢底坐穿，然后赔我100万。审判长，我认罪，我也接受法院的一切判决，但是在您判决之前，我申请讲述案件的全部事情经过。审判长，我已经把案件的事情经过讲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人证物证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田碧莲，就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也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你这么着急阻止我说话，是在心虚吗？我是受害者，我心虚什么？我就是因为知道你这个人最会撒谎骗人了，我不想你这个人贩子在法庭上胡说。请被告人讲述事情经过。我不是山城人，那一天我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打工挣钱，可没想到。喂，妈妈。青青啊，你想打工挣学费，妈妈不拦你，但是你好歹在家过完明天的生日再出去啊。妈妈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谢谢妈妈，反正就一个寒假嘛，礼物我回家的时候再拿呗。啊，那好吧，你每天记得给妈妈打电话报平安，妈妈等你回家。好，拜拜，妈妈。我手机和钱包呢？小姑娘，你在找什么呢？我手机跟钱包丢了。他说他刚好住在我家附近，可以一起回家，并且他会帮我付车费。我们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他又说他家有一个工厂，他可以带我去看一看，顺便给我安排工作，就带着我下了车。一会儿啊，我带你去工厂看一看。哎呀，就在楼上，来。就在前面，就这家，来，就这里，坐。累了吧？啊，青青啊，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先去办点事啊，一会儿我就回来，休息会儿哈。买家你找好没？你找好了没有？哪有那么快呀？我待会儿打电话到刘家村问一问。这可是好货，你得给我把价格抬高一点。行，等着，找着了告诉你。快去！天野，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是能去你家工厂看看了吗？要是合适的话，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一声，然后就来上班行吗？我妈要是联系不到我，肯定会很着急找我的。哎，当然可以。不过阿姨年纪大了，体力有点不好，要不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带你去工厂看看。保证在天黑之前送你回到家，怎么样？好啊。哦，对了，天野，我正好有2个女同学也在这个镇子上，昨天她们还跟我说呢，想跟我一起来打工，要不我去把她们2个给叫来，你把我们3个一起收了。
2个女同学。田野，你正好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肯定也累了。我还怕这个宾馆不太安全，有人偷我行李呢。要不咱们这样，你就在这个房间休息，然后再帮我看一下行李，行吗？我去就来。也好，反正我那个工厂啊也缺人手，你就把他们全部都带来，我呀多给你一点工资。好啊，那我先走了，快去快回。3个。我跑出来之后才想起，我的手机和钱包都被偷了，没法联系家里人，也没法买票回家。我害怕田碧莲发现不对会跑出来追我，这样我就完了。大爷，你要老婆不要？这样，我待会儿给你带个女人过来，你给我600块钱行不行？行，走。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走！你放开我！走！你放开我！我确实是卖了他，我也承认我当时确实有报复他的心理存在。可是如果我不那样做，被卖掉的人就是我呀。石班长，你怎么判决我都行，但是田碧莲这个真正的人贩子，绝对不能放过。你胡说八道什么呀？石班长，我不是人贩子，你们不要信他的话呀！这个人他最会撒谎骗人了，我不是人贩子。田碧莲，刚刚你自己都同意了，人贩子就应该被判无期徒刑，并且赔偿受害者100万，对吧？我也同意。我不是，既然你我都同意，那这100万就抵消了，我们一起把牢底坐穿。审判长，我再明确一下我方诉求：原告田碧莲蓄意拐卖我方当事人，我方申请判处原告田碧莲无期徒刑，并赔偿我方当事人100万元。你们这是污蔑！污蔑！这就是你们当时入住的宾馆走廊监控，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你和同伙商量要把我当事人卖掉的全部过程。买家你找好了吗？哪有那么快呀？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刘家村问一问。买家你找好了吗？哪有那么快呀？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刘家村问问。这可是个好货呀，你得给我把钱抬高一点。行，等着，弄好了回来告诉你。快去快去！哎，田碧莲，你对这段监控内容是否有异议？没有异议。
你是？我在网上看到过你，可是你不是只帮受害人吗？为什么会来找我？因为仇恨。我姐姐罗怀清8年前被拐，我找了整整4年才终于找到她。舅舅，妈妈还会回来吗？你妈妈从未离去，她只是挣脱了时间。姐姐，你的血不会白流。所以你这些年打了这么多拐卖案，都是因为你姐姐。可是你怎么就那么笃定我说的是实话？因为这些，我姐姐去世后，我通过她的日记走访了很多地方，才拍下这些照片。就是他田碧莲，这些场景手法一模一样。我知道你不甘心，你想让田碧莲这种人贩子也亲身体会一下被拐卖妇女的痛苦，但是你不能以暴制暴。想要达成目的，你必须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而且讲究方式方法。什么方法？我们要继续扩大这个案件的热度，吸引更多观众，然后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利用舆论的影响，帮我们搜集更多的证据。没有异议。啊！天哪，这个田碧莲是人贩子，楚青青才是受害者。这也太离谱了吧！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还是再看看吧。田碧莲，那你这是承认了，你才是人贩子。不，我不是，我是被污蔑的。你又说我污蔑你，现在证据就摆在这儿，在场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说你们要卖了我，难不成你要说这个监控视频是伪造的？这个监控视频没有错，里面的话也确实是我说的，但是你倒是说一说，我到底哪一句话说要卖掉的是你？你们当时说怎么说不出来了吧？罗大律师，你不如把视频再重新放一遍，让大家伙再听一听，到底我哪一句话说要卖掉他楚青青？买家你找好了没有？哪有那么快呀？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刘家村，问问。这可是个好货呀，你得给我把钱抬高一点。行，等着，弄好了回来告诉你。我们正经做生意卖货，居然被你们曲解成拐卖人口。审判长，我冤枉我！谁冤枉你了？你就是个人贩子！我当初就是看到你这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信了你的话，把我害得那么惨，你现在还要编瞎话来害我，你良心何在啊？好，既然你说你们对话中的货说的不是我，那你告诉我，除了我这个被你拐来就关在房间里的人，你还有什么货？楚青青，你是不是忘了，你之所以可以把我拐卖了，是我好心打算把你安排到我工厂里工作，我当时就是在给我工厂的销售谈仓库里的货物。是吗？那你把这个人给叫来，看看他到底是你的销售还是你的同伙。他前段时间辞职了，我哪知道他现在在哪？他什么辞职啊？他明明就小小年纪，你心肠那么歹毒的你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居然帮了这个人贩子，到头来害得我被卖给了老头还有山里的傻子。在这个法庭上，我还要被一个人贩子倒打一耙，反过来诬陷我是人贩子，真是让这个世界上的好人
真的是寒心的我。审判长，被告方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受害人有拐卖他的意图，而被告人楚青青及其同伙拐卖、强奸、拘禁、虐待受害人的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且，被告人楚青青在刚刚的庭审过程当中态度极其嚣张，多次污蔑受害人，可见其毫无认罪悔罪的态度。我方申请从严判处被告人楚青青。开庭前，我会去找田碧莲的犯罪证据，但是在证明他是人贩子之前，我们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啊？证明你不是蓄意拐卖他，也就是证明你不是真正的人贩子。审判长，我不认同刚才公诉人的发言。首先，我方当事人在描述案件过程中，证据明确，逻辑自洽，行为合理。公诉人方不应当如此草率地定性为无名，而且在我方当事人视角中，他当时处于被拐的恐惧状态，迫不得已才采取了自救措施，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你的意思是还要给他做无罪辩护吗？没错。没错，从我方获利600可以看出，我方根本就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所以我为他申请无罪辩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当时只拿了600块钱，但是他的同伙又把我卖到山里，卖了3万呢。你作为知名律师，为了达到目的，在法庭上避重就轻吗？不是的，我真的只拿了600块钱，我根本就不认识赵光宗，我们不是同伙呀。我当时只是想找个人帮我拖住人贩子，我害怕他再抓我回去，我就在大街上临时找到他，我只是害怕再也回不了家，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我看楚青青的样子也不像在说谎呀，难道他真的是为了自保才随便找人把人贩子给反卖了？我呸！你个小骗子！当初我就是看了你这副可怜的样子，信了你的话，然后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说你跟他不是同伙就不是同伙了？你问问在场的各位，有谁会信你的话？这么离谱的话，反正我是不信。如果是你，突然来一个陌生人要把一个人卖给你，你会买吗？我肯定不会。对呀，这不仅随便就买了，还马上转手就卖了出去。这一看就早有预谋，甚至是多次合作。哼，就算你告诉大家是我想要拐卖你又怎么样？还不是没有人相信你。不管你们信不信，都不会影响事实。已查明，我方当事人跟赵光宗在事发前和事发后都没有任何现实及通讯上的接触，而且赵光宗的口供也清楚地表明，我方当事人跟赵光宗在案发前并不相识，他们并非同伙，所以赵光宗的犯罪行为与我方当事人完全无关。大家看，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呀。不是同伙又怎么了？你随便把我卖给别人就不是拐卖了？你只卖了600块钱就不是拐卖了吗？你说你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你把我卖给一个老男人，你不知道他会要干什么吗？原告，请控制好你的情绪。审判长，拐卖妇女后致使妇女受到不法的伤害，这是属于可预见的后果，并不能因为一句没有预谋和不知道就能洗脱罪名。被告方只能证明自己和赵光宗没有实现预谋，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在处于危机情况下被迫拐卖受害人。而被告先是假装自己的财物丢失，获取我方当事人的信任，然后将其带到偏远地区将其卖掉的行为证据确凿，这属于完全有预谋的故意犯罪，并且应当承担后续责任。但是仅仅靠证明你和赵光宗不是同伙是不够的，要让审判长知道你不是预谋犯罪，
就必须要先证明你的手机跟钱包被偷，这件事是真的。这要怎么证明啊？公诉人说我方当事人是有预谋的犯罪，并且证据确凿。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在拐卖的过程中，两人同行的监控、买方赵光宗的口供等人证物证齐全。这个过程，在被告楚青青被捕后的口供和刚刚的当庭描述中也都承认了。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你是想当庭翻供吗？我不是要当庭翻供，我只是想再强调一下，我从头到尾承认的都只是把田碧莲卖给了赵光宗，并且拿了赵光宗600元这一件事情。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自保，根本就不是为了挣钱而拐卖他。谁知道你要卖我干嘛？你拐卖我已经是成为事实，证据确凿。我方当事人的意思是，既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财物被偷和陷入被拐危机是假，也就不能证明田碧莲要拐他的事是在说谎。这是诡辩吧？法庭上还能这样吗？这不就是在钻空子吗？这么来说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都说他是山城最厉害的律师，原来靠的都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恶心。这个人贩子也太不要脸了，明明是他拐卖了别人，非要倒打一耙说是别人拐卖了他。这个田阿姨也太可怜了。对方辩护律师，我方对案情的描述和控诉完全都是有理有据的。反而是你方在描述案情时添油加醋、虚构事实、偷换概念，多次污蔑本案受害人，试图逃脱法律的惩罚，毫无悔改之心，真拿法律当儿戏了吗？被告，请严肃对待本次庭审。审判长，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只是出来打工，然后丢了手机和钱包，差点被他拐卖，我没有骗人。得了吧，你说真的就是真的，你一点证据都没有，你就在那骗人。你信不信我告你污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哼，我卖你的事情都没有办成，根本不可能有拿得出的证据。你要是有证据，你等什么？你拿出来呀！被告，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所说的是真的？审判长，他说我谎称财物丢失，蓄意拐骗他，而我说我是财物丢失被他拐骗。是不是现在只要我能证明财物丢失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能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对不对？能证明一部分。好，现在能证明我财物确实丢失的人就在庭外。你又想拿什么诡计来骗人呐？难不成把你老妈子叫来给你作证啊？哎呦，我的女儿真的钱包和手机真的丢了，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鬼知道你的手机和钱包是不是你自己扔的？你嚣张不了多久。审判长，我申请让我的证人入庭。带证人入庭。你怎么在这儿？卖家，你找好了没有？哎呀，哪有这么快呀？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到刘家村问一问。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们认识？啊，不，我不认识，我刚刚看错人了，认错了。难怪前阵子这个老废物突然就没消息了，竟然是被他们给逮到了。证人，请介绍自己的身份，并讲述证词。我叫王林池，今年1月初的时候，我在路边上偷了他的手机和钱包。王林池，你与本次诱拐妇女案当事人楚青青是否相识？不认识。你能否为你所说的证词负法律责任？我能啊，审判长，就他那点破玩意儿也不值几个钱啊，干嘛关我这么久啊？我赔他钱，你看你们把我放了行不行啊？难道他被抓过来
是因为偷了他的东西。盗窃案需另行立案，不属于本次庭审内容，我没法回答你。审判长，我方在3个月前报了失窃案，并在警方的帮助下抓到了那一天偷窃我方当事人财物的小偷王林池，所以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所言属实，他并非蓄意拐卖田碧莲。审判长，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是被偷了才会被田碧莲盯上，并且被他拐卖。我当时进城只是想打工挣钱，赚学费罢了。他居然真的被偷了东西？难道这个楚青青说的是真的？偷东西的是他呀，跟我没关系啊！我都好心说要送你回家了，你怎么能够把我拐卖了来填补你的损失呢？实在不行，你可以跟我说，我给你钱啊！你怎么能够恩将仇报的把我卖给那个死老头子呢？到现在你还在污蔑我，我真是命苦了，救了一个白眼狼。我一把年纪了，还要遭这个罪，田女士，别哭了，你放心，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一定会让犯罪者付出代价。这田阿姨也太可怜了，好心好意的帮忙，却帮了个没良心的东西。要我说，当初就不应该救她，让她回不了家，冻死在外面才好。好了，请原告注意控制情绪。审判长，被告方的证人王林池只能证明楚青青财物被偷的事情属实，但这根本不能作为他逃脱罪名的理由啊。正如我方当事人所说，他明明已经得到了我方当事人的救助，完全可以安全的回到家之后，然后报警，挽回被盗窃的损失。他却临时起意，将我方当事人拐卖，致使我方当事人受到严重的侵害。就算这不是早有预谋的拐卖，也依旧主观犯罪意图明显，犯罪性质恶劣，应当严惩。你听不懂话吗？我不是因为被偷了才卖掉他换钱，而是因为他是人贩子，我才要这么做的。你口口声声说原告拐卖你，证据呢？你还想要什么证据？至少要有他完整作案过程的证明，以及他和买家的交易记录。完整的作案过程，交易记录，你要的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因为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我今天压根就不会出现在这儿。能证明我财物丢失没有犯罪预谋的证人就在这儿，他和同伙商量说要高价把我卖掉的结果也在那儿。你仔细的想一想，这2样证据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楚青青，你胡说什么呢？监控视频的事情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我当时就是在跟销售谈仓库里的货物。审判长，他毫无悔意，别说是赔偿我100万了，就算赔偿我200万也不过分。田碧莲，你还要不要脸？你当时就是在跟同伙是怎么商量卖了我？你非要说他是我的同伙，你倒是把他叫过来替你作证啊！哼，想不到吧？他就站在你的身边，不过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要是我把他给找来，你敢跟他对峙吗？那个监控根本就没有拍到王林池的脸，隔着窗户肯定也看不清，他根本不可能认得出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倒是叫啊，叫过来我就敢对峙。被告楚青青，你是否还能记得你那天看到的人的长相？当时被挡住了，没能看清。没看清楚，说的跟真的似的。罗大律师，你愿意给他做辩护，不就是听信了他这些鬼话吗？照我说呀，你与其在这里想方设法的编瞎话，给他做无罪辩护，不如趁早带他去医院看看脑子，说不定呀，还能鉴定成一个精神病，说他有那个什么被迫害妄想症，这样啊，连牢也不用坐了。我不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我不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你才是人贩子，你病得不轻啊你！你就是拐卖了我。肃静。审判长，我跟这个案子真的是没关系啊！你看我这证词也说完了，您能不能让我先走啊？带证人下去吧。
因为田碧莲的同伙就是他。他不能走，因为田碧莲的同伙就是他。被告，你说你找到了田碧莲的同伙，而这个人就是你的证人王林池。没错，这个小偷跟田碧莲在宾馆走廊里商量要卖掉我的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一早就盯上我了，先是偷走我的钱包和手机，然后假装好心人把我带走，最后想找到买家把我卖掉。真的假的？这也太离谱了吧！难怪刚才田碧莲看见王林池进来的时候反应那么大呢。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他没有胡说八道。审判长，您不妨看看这个视频监控的后半段，虽然没有拍清楚脸，但是那个人的走路姿势跟王林池一模一样。王林池，监控视频里的人是你吗？不是他。全世界那么多的瘸子，你们凭什么看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就下定论？田碧莲，审判长问你了吗？你这么着急否认，分明是心虚。你放屁！你污蔑我，还不允许我自己辩解了？你们大律师就是这么给人定罪的吗？这个走路姿势我看不太出来，但这个田碧莲和王林池的反应真的很不对劲。哎，一个走路姿势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看呢，他们多半是因为被污蔑，才会这么着急的。这个楚青青和罗怀仁就是欺负人家年纪大了，脑子不灵活，才坑他们。法庭上还能这样？当然可以了，只不过令我意外的是，没想到罗怀仁竟然是这样的人。为了胜诉，连这种肮脏的手段都用上了。怪不得从来没有败诉过呢。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难以被搬动的大山，所以在证明你没有犯罪的故意之后，我们还需要逐步的瓦解田碧莲在众人心中受害者的形象。怎么瓦解？让他撒谎，然后当众拆穿。你既然说视频监控里面那个人不是王林池，那天跟你在一起的人叫什么名字？你说你找不到他，那他的名字总该记得吧？来，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马上就能找到他。他叫……哎呀，没天理了！我一把年纪了，还要受这个小贱人拐卖，那个老贱人的欺负。我一个受害者，你们不仅怀疑这怀疑那的，那个人贩子随便指认一个小偷，你们都相信。我真是命苦啊！你们干嘛要把我解救出来，让我死在那个山村里面多好啊！肃静！你还在这胡搅蛮缠转移话题。审判长，监控视频里面的人就是王林池，他就是和田碧莲拐卖妇女的同伙。王林池，你是否如被告所说，与田碧莲联手拐卖妇女？没有啊，审判长，我真的就是个偷东西的，我跟这案子没关系啊！你不能因为他一句话就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辩护方律师，你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王林池就是监控视频里的人？审判长，我申请向证人王林池问几个问题。我反对，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而且你们也根本没有证据，凭什么你胡诌一句就浪费大家时间？反对无效，证人王林池与本案密切相关，同意辩护律师向证人王林池提问，请证人王林池如实回答。好，王林池，第一个问题，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去过监控里面这个宾馆？没有。王林池，你想清楚了，给我好好回答，你到底有没有去过？别看他，看我。我没去过。好，第二个问题，你盗窃我当事人的财物时有没有同伙？没有，我一个人干的。还算这个老东西有点脑子。
王林池，你确定案发时只有你一个人吗？罗大律师，一个劲儿的问这些没用的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难不成你多问几遍，这个黑的就变成白的了不成？我看你们呢，还是老老实实的认罪伏法吧。黑的能不能变成白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王林池刚才说的话都是假的。虽然走廊监控没有清楚地拍到王林池的脸，但是这个监控画面可以证明王林池到过这个宾馆。这回你不能说是巧合了吧？更何况王林池刚刚一直否定进过这家宾馆。虽然王林池的盗窃现场没有监控，但是在当天街边200米外的距离有一家便利店，拍下了王林池和田碧莲近距离接触的画面。根据监控上的时间，与我方当事人最后一通与妈妈的通话记录上显示，这中间的过程不到6分钟。所以楚青青的钱包和手机就是你和王林池偷的，为的就是更方便的拐走他。没有，我没有，这个照片绝对是你伪造的。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命苦啊！原告，请不要在法庭上喧哗。王林池，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去宾馆找田碧莲是为了什么事情？王林池，我必须提醒你，你在法庭上已经撒了2个谎了，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主动供述案情，就还能算你自首，加立功表现，你就有减刑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还是拒不承认，等案子查清楚，你失去的可不仅仅是减刑的机会，你还会多一条作伪证的罪名。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找的是为了，王林池，你说破天了，你只是一个小偷。你要是在这里乱说话，这不仅是在做伪证，更会被人当成人贩子抓去坐牢，不仅害了你自己，更害了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原告，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庭纪律，属于违法行为。审判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冤枉我呀！王凌迟，请如实回答辩护律师的提问，并保证对自己的回答负法律责任。我承认，田碧莲，她就是我的同伙。我找她是去跟她商量出货的事儿。还有这你说的出货是出什么货？是不是被你们拐骗过来的楚青青？我说的出货是指我偷的手机。这种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真不要脸！我偷的手机。什么？他是手机？骗鬼呢！依我看啊，这场庭审他根本就胜诉不了。为什么？你看，他们拿出来的都是佐证，根本就没有直接证据。就算按照他所说的，田碧莲想拐卖他，他也只是未遂。反倒是他自己啊，拐卖田碧莲的事儿，证据确凿，哪怕事出有因，那也只能减刑。想反告田碧莲，绝无可能。你说，出货指的是你偷的手机？是。审判长，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其实我跟王凌迟平时也会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可是确实是实在没有钱，我们才出此下策呀。那天我们偷了他的手机之后，我们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想着只谋财不害命，我们打算把他安全的送回家，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嘛。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我刚开始不说，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做小偷偷东西，可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把我给卖了，害得我被那个老头子。田碧莲，你还要不要脸？你们说的话分明是我。你有证据吗你？我怎么拿不出证据了吧？审判长，他就是在撒谎啊！就算你后来知道了我们偷了你的手机和钱包，你也没必要报复我，把我拐卖了呀！大不了我们把东西都还给你，再赔你点钱就是了。你什么你？你小小年纪心肠怎么那么歹毒啊？我都差点被打死在那个山村里了。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丢了清白，我不还了。行了，别哭了。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是为了钱财而进行偷窃？没错啊。那这个东西，你们怎么解释呢？这里面是当初逮捕王凌迟时的案情记录，里面清楚地写明了，逮捕王凌迟时，不仅在他的居住地找到了我方当事人的手机和钱包，还发现了10余部不同型号、不同生产日期的手机。难道这些也是你们偷来的吗？是我偷的，我就是个小偷啊！对，小偷。那按你们所说，你们偷东西是为了钱，那为什么这么多手机藏在家里而不去卖掉换钱呢？我们是因为这些手机都是你们从受害者身上搜刮来的。你们为了让受害者无法与外界产生联系，所以拿走了他们的手机，但是又害怕把他们的手机卖出去，容易被警察盯上。毕竟小偷只是为了钱而冒险，偷了手机再卖掉，但是你们却不敢因为持有失踪人员的手机而被警方盯上，所以藏在家里。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就是至少作案10余起的人贩子。王凌迟，你怎么解释？我审判长，他在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我没有问你的时候，就请你给我保持安静。王凌迟，你说，怎么变成这样了？当初不是只说让我来当证人的吗？不对，他们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我是一个小偷。刚刚说的都是他们的猜测，根本就没有找过证据。而且那些手机的手机卡我早就销毁扔掉了，甚至有的手机早就坏了，就算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审判长，我冤枉啊！我真的只是个小偷啊！我之所以留着那些手机，它完全是因为没卖出去而已嘛。罗大律师，你之前明明说的，只要我答应来作证，你们就不追究我之前偷的东西的事了。那你也没告诉我，还要背上拐卖妇女这么大的黑锅呀？对呀，就算我偷了他的东西，他要报复我，把我卖给那个死老头，这还不够吗？现在你们还倒打一耙，污蔑我是人贩子，这就是你们大律师的手段吗？倒打一耙的明明是你们，这就是你们大律师的手段吗？对啊，这个罗怀仁可不简单啊！比起这2个人是人贩子还被对方卖了这种离谱的事儿，我更愿意相信是罗怀仁为了保护当事人而污蔑受害人的可能性更大。是啊，说到底这个楚青青一直在说自己的猜测，差点就信了。什么大律师，真是阴险。行了，把证人王凌迟先带出去吧。审判长这个时候让王凌迟走，难道他已经相信了王凌迟和田碧莲的话？等等，把证人带到庭外休息，随时接受传唤。审判长这样说，是不是代表着他对王凌迟还是有一点怀疑的？请被告和辩护律师
摆正自身的态度。减刑最有效的方式是如实供述自身的犯罪事实，认罪和悔罪，而不是这些歪门邪道。审判长，这个小骗子不仅不认罪悔罪，还在污蔑我，这不仅给我这个受害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是在侮辱您这个审判长，侮辱整个法律。依我看呐，就应该让他牢底坐穿，也让其他的犯罪分子好好看看，在这个法庭上搞这些歪门邪道是什么下场。你别再狡辩了，赶紧认罪吧，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审判长，我没有狡辩，请您仔细的想一想，现在已经证明了田碧莲和王凌迟是一伙的，是我这个刚出来打工的高中生认为他们拐卖我，然后选择自保比较合理，还是这两个小偷偷了我的东西之后，居然要送我回家比较合理？也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我面临了极大的危险，我就算认为他们是小偷，要趁机报复，为什么不在我回家之后见到家人再报警？为什么偏偏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害他，去卖他？对呀，这不合理呀，确实有点奇怪。大家再回想一下，这些年发生的各种拐卖案件，是不是先让受害者先陷入困境，然后再假装好人来哄骗？而这种介绍工作的理由，是不是人贩子最常用的借口之一？我现在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是田碧莲要拐卖我，可是他呢？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手机和钱包就是被他们偷的，就算现在要找到证据，也得是他先证明他来找我是要送我回家，而不是要拐卖我。原告，你在偷走被告的手机和钱包之后，为什么还要送被告回家？你是抱有什么样的目的？审判长，我不都已经说了吗？虽然我们是小偷，但是我们只谋财不害命啊！王凌迟得手之后，我本想就走的，但是我看见她一个小女孩，这么冷的天一个人在马路上走，怕她出什么意外，所以才打算送她回家。我这也是出于好心呐。哼，好心的小偷，你如果真的这么好心，一开始就不会偷我的东西。怎么还不准小偷做好事了？那你直接给我路费，让我自己坐车回家不行吗？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亲自送我回家？不就是想趁机拐卖我吗？对呀，为什么不直接给路费，让人自己回家？确实太可疑了。我们当时不是说了吗？我跟你是顺路啊。再说了，你自己说一说，我带你坐车，是不是你回家的路线？这田碧莲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人贩子都是把被拐的人骗得越远越好，哪有往他自己家里拐的？我们坐的车确实是往我家方向开的，可是你中途经过那个小镇的时候就把我带下车了，我看你就是趁机要拐卖我。我呸！明明是你在那里装可怜，说自己出来工作挣钱，丢了钱包和手机，然后我才好心好意把你带到我家的工厂，给你安排工作，也是你自己同意跟我下车的，怎么好像我绑了你似的，真是白眼狼！带我去你家工厂，给我介绍工作。对呀，怎么了？你一个小偷哪来的工厂能给我安排工作？审判长，我方已经经过调查，原告田碧莲名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工厂，而他口中所谓的把我当事人带下车介绍工作，这完全就是谎言，这就是人贩子常用的拐卖伎俩。田碧莲，你为何谎称自己有工厂，半路带被告下车？我什么时候说我给他安排工作的工厂是我自己名下的了？你刚刚可是亲口承认，你说要给他介绍你家工厂的工作，才中途带他下车的。刚刚大家可都听到了。工厂是我家的，但不是我自己的呀。我表姐夫家的弟弟在那个镇上开了一家米粉加工厂，不信你去查查。表姐夫的弟弟？对啊，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怎么能说是你家的？这分明就是临时找的借口。那又怎么了？你见不得我们家亲戚之间关系好呀？我给我表姐夫家的弟弟的工厂介绍临时工，这没有问题啊。
审判长，你仔细想一想，就算他们查出我名下没有工厂，怀疑我是人贩子，那也是在他们拐卖我之后呀。所以他们口中所谓的怀疑我是人贩子，所以要拐卖我的说法，根本就是他们事后为了脱罪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呢。田碧莲，你怎么有脸能说出这种话？楚青青，我建议你摆正自身的态度，积极认罪悔罪，不要再继续狡辩了，试图污蔑被害人。审判长，你再仔细想一想，就算我对他有恶意，我都已经把他骗到手了，又怎么可能放他一个人出去嘛？你再想一想，我要真的对他有恶意，我都已经把他骗到手了，又怎么可能放他一个人出去嘛？对呀，田碧莲要真是人贩子，哪里会给楚青青逃跑的机会？果然吧，这个楚青青啊，就是个骗子。他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精心编织好的谎言罢了。审判长，当时我能逃出来，并不是因为他对我没有恶意，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过于恶毒，我才能够成功的逃出来。大家还记得他放我离开的理由吗？对了，天意，我有2个女同学也在这个镇子上，她们昨天还跟我说想跟我一起打工的，要不我把她们2个带来，你把我们3个一起收了吧。2个女同学？一个小镇上的米粉加工厂怎么可能会要3个学生当临时工？他就是想再多拐2个人才会放我离开的。他就是一个人贩子。你对啊，一个小镇上的米粉加工厂，基本上自己家2、3口人完全忙得过来，怎么可能需要招这么多临时工？还是些小女孩。这么看来，这个田碧莲确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你个小贱人，你还想骗人？我说的都是真的。哼，那照你这么说，你是怀疑我是人贩子，所以才骗我才离开的？那天明明就是我信了你的话，在宾馆里等你。那个女孩怎么还没回来呀？田野，我那2个同学答应你了。真的？那他们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他们行李太多了，而且家里也没什么大人，要不田野你去帮他们拿一下？好，来，现在就去啊！走，然后你就把我骗到赵光宗那个老家伙的家门口。你要是真的以为我是人贩子，你大可以一走了之啊！你不但没有走，你还反过来把我给拐卖了。你分明就是蓄意拐卖，你就是人贩子啊！我说过了，我钱被你们偷了，行李也没法带走。如果真要回家的话，说不定会被冻死在外面。而且我担心你发现之后赶上了追，我没办法，我才……就因为你身上没钱，你就用这么无耻的手段来害一个好心送你回家的人。现在你给自己减刑脱罪，你还想方设法去害一个受害者，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真不知道你的父母怎么教育你的。哦，对了，你的父亲死得早，你的母亲靠卖豆腐把你养大的。哎呦，你说一个寡妇靠卖什么豆腐才能养出你这个小贱人呢？田碧莲，你不许骂我妈！肃静，请原告注意言辞。审判长，我那些股啊，你们没被卖过，你们当然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的绝望。我现在能活在这里，亲自告他，那都是老天开眼了。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我骂他几句怎么了？楚青青，你是否认罪？罗律师，我回家后第2天就主动报警说明了情况，我还让警察去救了田碧莲，这个算不算自首？可以减刑吗？当然算。青青，我知道你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我更希望你能被无罪释放。所以自首这件事情，一定要最后说。
在我们讲述完所有的案件经过和我们掌握的证据之后，把它当做一张王牌打出来，彻底坐实你没有主观故意这件事。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在法庭上的悔罪态度一定要好。事发时，你是出于恐惧而产生错误认知，而导致了防卫不适时。事后，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否则，我给你做无罪辩护和指控田碧莲都会有很大的麻烦。沈班长，我认。这就认了？我承认，是我卖掉了田碧莲，我也承认，在面对那样的危急情况，我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可是，沈班长，我已经知道错了，我真的不是坏人，我只是选择了自保，我也不是什么人贩子，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做了。审判长，我方当事人确实是事出有因，并无主观上的犯罪故意，而且我方当事人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方当事人在脱离危险后的第2天就选择报警。我方当事人在脱离危险后的第2天就选择报警。什么叫后果不严重啊？要不是警察那么快的找到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被关在那个鸟不拉屎的臭山村，每天像畜生一样被打被骂。我那可怜的儿子也永远等不到我回家。这个小贱人，他既然敢卖我，他就应该不得好死。原来你也知道。青青，你冷静点。田碧莲，你知道被拐卖的妇女有多无辜，你知道被拐进大山会遭受非人的待遇，你也知道一旦被拐卖，这一辈子都会跟亲人分离。可是这些你明明都知道，你在想要拐卖的时候，你却一点都不在乎。哼，楚青青，你到现在还不死心的想要诬陷我，你不死心也没用，待会儿判决书一下来，你就会后悔。是，我的确是后悔。你后悔也没用，我也不会放过你。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报警让警察去救你。他报的警？你说什么？是你报警救了我？这怎么可能？是他报的警？他不是人贩子吗？哎呀，你还不明白吗？楚青青她根本就不是人贩子。难道楚青青说的都是真的？真正的人贩子是这个原告？不会吧，这不太合理啊。是我报警自首，也是我告诉警察你的下落，你才有机会坐在这里恬不知耻地辱骂我。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就应该像你说的那样，让你一辈子关在山村里，为你所做的一切赎罪。你个贱人，你怎么这么狠心？我狠心？如果我不狠心的话，恐怕像你这样坐上原告席的机会都没有。田碧莲，你也别再说你只是什么小偷，你这副虚伪又恶心的嘴脸简直令人作呕。像你这种天杀的人贩子，别说让你遭一天罪，就算是让你离池被处死，也是你活该。我沈班长，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我不认错，我也没有错。就算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我知道，就算我被关在监狱里一辈子，也比被他拐卖到山里要好。这小姑娘的气性可是真大啊。既然你选择做一个丧尽天良的人贩子，那你就要做好遭到报应的准备，而我就是你的报应。你在这里发什么疯？我根本就不是人贩子！哎，看你们，他们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真的不是人贩子，人贩子是他，是他！那你就要做好遭到报应的准备，而我就是你的报应。他好勇啊！我真的完全相信他不是人贩子了。看来我们之前都错怪他了，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会是个人贩子。看审判长的表情，应该和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一定要让楚青青无罪释放，最好把这个田碧莲抓进去，差点就被他骗了。恐怕很难。啊？为什么？他都报警了，这还不算他没有主观恶意的证据吗？而且你看弹幕，大家都在为楚青青说话。报警算是自首，只能从轻，不能抵罪。而且网友也不能改变法律。你刚刚没听他说吗？他说他不后悔，觉得自己没有错。法官就是想判他无罪，也没有理由啊。说到底，田碧莲是人贩子这回事儿，还是没有直接证据，谁都拿他没办法。怎么这样？公诉人，你是否要更改诉讼请求？刑事诉讼方面，被告人楚青青拐卖受害人田碧莲，虽然事出有因，及时自首，但防卫不适时，给受害人造成了没有必要的伤害。我方申请判楚青青有期徒刑3年。多少年？3年。至于民事诉讼方面，你还要赔偿吗？这个小贱人发了一通疯，所有人都相信他了。不行，我要是还是揪着他不放，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如趁早结束拿点赔偿算了，回头再借一点热度，开直播多挣一点钱。我也不知道报警救我出来的会是他，那看来我和王林池偷了他的东西，然后说了那些话，让他误以为我们是人贩子，所以才报复我的。说到底我也有错。你改的刑事诉讼条件我没有问题，至于赔偿，20万我也不要了，10万就行。辩护律师，你们的诉讼请求是否还是申请田碧莲判处无期徒刑，以及赔偿100万元？是否需要调整？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在法庭上的悔罪态度一定要好。事发时，你是出于恐惧而产生错误认知，而导致到防卫不适时。事后，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否则我跟你做无罪辩护和指控田碧莲，都会变得非常困难。罗律师，对不起。审判长，我方需要调整。罗律师，这是打算放弃指控田碧莲拐卖妇女了？不放弃也没办法，现在楚青青自身都难保，田碧莲拐卖这事儿根本也没有直接证据，想要继续指控她是不可能的。公诉人的诉求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3年后我再出来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应该都已经实习或准备毕业了吧？算了，现在这样也挺好，至少我没有被拐进山里。可是还是让田碧莲逃脱了，真不甘心。审判长，我方当事人正处于危险境地和恐惧情绪，所以将田碧莲卖给赵光宗，完全是属于自保行为。至于赵光宗2次转卖到山村里，那属于我方当事人完全无法预知的后果，并且在事后，我方当事人及时选择报警自首，所以，我方诉求1，申请判我方当事人楚青青不负刑事责任，当庭无罪释放。明明这个时候，他顺势改成和公诉人一样的诉求，他就可以轻松地结束这场庭审。他为什么冒着彻底败诉和名声受损的风险，也要帮我最后一把？你刚刚说诉求1，那2呢？诉求2，我方申请追究田碧莲及其同伙王连池的刑事责任。田碧莲和王林池的刑事责任，你是说盗窃？姓罗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都没有追究他拐卖我了，你倒是追究起来一个破手机，还有没装几个钱的破钱包了。我方追究的不是盗窃，而是拐卖妇女，要求判处他们无期徒刑，并赔偿我方当事人100万元。罗律师，如果败诉了，我会坐牢吗？罗律师，没关系的，不管结果怎么样，总比我被卖进大山要好吧。我也会一辈子记住你的恩情的。晴晴，你放心，我以前没能及时找到我姐姐，但是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对方辩护律师，事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方也根据事实调整了诉讼请求，你还就着这些没有证据的事情浪费时间干什么？被告年纪小不懂法，难道你也不懂吗？谁说我没有他拐卖妇女的证据的？他哪来的证据？这一单连买家都没找到，不可能有证据啊！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对，他要是有证据早就拿出来了。根本没必要等到现在，肯定是不死心，在这里耍无赖。哼，罗大律师，看来你这个山城最厉害的律师也不过如此嘛。你之前喜欢装好人立人设，你之所以愿意做他的辩护律师，就是冲着蹭这个案子的热度来的吧？哼，眼看就要败诉了，就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警告你，现在看我们这场庭审的观众肯定很多，你要是再敢造谣我是人贩子，你等着坐牢吧！卢怀仁这是在干什么？生怕因为自己败诉而毁了以前立的人设，开始胡搅蛮缠了。这你就不懂了吧？他在这种上千万人的直播法庭这样说，就算没有证据，那些不理智的网友也会去攻击田碧莲，他的名气可不小。那他是想用舆论害死田碧莲吗？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竟然会用这么狠的手段！田碧莲，当初看到我名字的时候，你不觉得有点熟悉吗？要不我提醒一下你，8年前，卢、怀、清，竟然是这样吗？竟然是……辩护律师。你的意思是？审判长，他这是污蔑我，他就想毁了我的名声，让网友网暴我，他这是要我的命啊！你不能让他再继续说下去了。作证，他要是造谣你，等他拿不出证据的时候，不正好给你洗脱嫌疑了吗？田碧莲，看来你是想起来了。刚刚看你一副有理有据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失忆了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既然你不知道，那就由我来说。审判长，我有一个姐姐，叫罗怀清。8年前，她刚从京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本来拥有一片美好的前途，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但是，她从京都回来的时候，在机场附近失踪了。我们一家人找了她整整4年，最后在省外的一处偏僻村庄找到了他。他死在了这个偏僻村庄的猪圈里，只留下一本日记和一个3岁的女儿。小舅子，你这是带我女儿去哪里？滚开！谁是你小舅子？我来接我姐的女儿回家。哼，你可以回家。但是这个赔钱货你得给我留下，不然以后谁给我养老啊？啊，来，爸！我给你20万，你让我把这孩子和我姐的骨灰带回去。真的吗？我想顺利的把他的骨灰和孩子接回来，所以给了那个人20万。我想找到拐卖我姐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他已经想不起来，当初把我姐卖给他的人叫什么名字。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个人
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难怪罗律师以前总是帮助那些被拐卖的受害者，原来是这样。他这话的意思，难道是说……不对，我不能慌。他刚刚自己也说了，已经想不起来我的名字了。他肯定是在诈我。罗大律师，你在这说你姐姐的事儿干什么？这跟我们这场庭审有关系吗？田碧莲，我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你的心理素质。但是你要知道，人只要犯了法，就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会知道的。审判长，8年前拐卖我姐姐的就是他田碧莲，他就是一个人贩子。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我还得感谢楚青青。哎呀，对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把孩子带回来之后，我也没放弃去寻找拐卖我姐姐的人。我频繁参与各地的拐卖妇女案，又根据我姐姐的日记去调查她所提到的地方。可是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最终也只拿到了一张模糊的嫌疑人照片。直到那天，妇女被拐1天后被解救，亲自将人贩子告上法庭。没错，就是他。他为什么会是被害人？拐卖我姐姐的人就是田碧莲。他是罗律师，你自己也是律师，难道你不知道法庭上需要讲证据的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证人带来了。审判长，我申请证人上庭。同意，带证人入庭。大妹子，好久不见啊！证人，请介绍自己的身份。法官大人，我叫刘耀华。叫我审判长就好。你讲述证词吧。就是那个8年前，我从这个女人手上花了2万块钱买了个媳妇儿，就是那个罗大律师的姐姐，叫罗怀清，是吧？你胡说什么？你不是说他不记得名字了吗？怎么现在来指认我？分明就是你找过来污蔑我的！你这个老娘们，你说这叫什么话吗？我虽然不记得你的名字，但是我记得你这张脸啊！8年前就是你把罗怀清带到我家里，给我当媳妇儿的嘛！你肃静。刘耀华，你能为你的证词负法律责任吗？那当然可以，我刘耀华从来都不说假话。我和罗怀清拜堂那天还请他来喝喜酒，那天来喝喜酒的所有的乡里乡亲全都记得他嘛。你脑子有毛病啊你！你难道不知道买媳妇儿也同样犯法吗？你把我指认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田碧莲，你终于承认了。我小舅子跟我说了，只要我今天到你们这个地方，把这个真相给讲出来，他就不会追究我拐卖他姐这个责任。而且他还说了，你们这个庭审结束之后，他还给我5万块钱的辛苦费。那这个法官大人在这里，你可要说话算话。罗律师真舍得花钱啊！虽然这样能让田碧莲受到了惩罚，可是白白让刘耀华这个恶心的东西捡了个大便宜，真让人不爽。就是，买卖就该同罪，买卖就该同罪，买卖就该同罪。小华，刘耀华，收买被拐妇女罪属于公诉案件，不是自诉案。就算罗律师不追究你，我们检察机关也会起诉你。你什么意思嘛？你是说我也要坐牢的？没错，
不过你主动出庭作证，算你有立功表现，可以减刑。好小子，你耍老子是吧？你耍老子！你耍老子！把我姐姐折磨致死，毁了她一片美好的人生。在我们回家后还3番5次借着孩子的名义来我家闹事要钱，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你还有要说的吗？沈班长，虽然我并不觉得我做错了，但是我知道我犯罪，我愿意接受法院的一切判决。如果我真的要坐牢，我想趁着这次直播庭审的机会，跟我妈妈说一句对不起。早知道我就该听您的话，等生日过完之后再出来工作，这样的话，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等等，你说过生日是多少岁生日？18岁生日啊！我被拐后第2天报警的时候，正是我18岁生日。所以你犯案的时候还未成年？本庭正式宣判结果如下：被告田碧莲、王凌迟犯拐卖妇女罪，共13起，行为恶劣，且多次拒绝配合调查，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给各受害者及其家属100万元。被告赵光宗因还涉及其他案件，未能调查清楚，后续将进行分庭审理。被告刘耀华犯收买被拐妇女罪、强奸罪、虐待致死罪、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被告周翠林犯收买被拐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被告蒲青青。案发时未满18岁，且协助警方破获拐卖犯罪团伙有功，当庭无罪释放。且协助警方破获拐卖犯罪团伙有功，当庭无罪释放。且协助警方破获拐卖犯罪团伙有功，当庭无罪释放。谢谢你，罗律师。我也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机智勇敢的反卖了田碧莲，说不定田碧莲他们还在拐卖妇女，我也永远找不到他们。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再说了，如果不是这件案子的热度，也不会有那么多被田碧莲拐卖的受害者被解救出来。没有你一步步帮我教我，或许今天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我决定了，我复读1年，然后考京都政法大学，将来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律师。好。